我们花钱买下的游戏，它的所有权究竟是属于我们自己，还是属于游戏厂商呢？在我看来，如果说游戏厂商随时都有从我们手中把游戏拿走的权利，那他们就不能用买这个词，而是应该改成租。而停止杀死游戏运动，就是数百万玩家对于这种现状发出的同一声怒吼。这场由游戏玩家自发推动的互联网运动，就在这个月的月初同步迈入了欧洲和美国的官方视野。在欧洲，欧洲议会的政客以及国家级媒体开始为它背书；而在美国，加州的立法者也开始推动立法的齿轮了。以上种种可以说是这场运动自诞生以来最大的阶段性胜利。然而就在这个玩家应该庆祝的时刻，索尼的 PlayStation 却偏偏在玩家的背后捅了一刀。有玩家惊讶地发现，他们在 PlayStation 上购买的数字版游戏，如果是在2026年3月之后购买的，那么就需要每隔30天联网验证一次，如果逾期不联网，游戏则无法启动。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就算你超过30天没有联网，你也不会像网上的一些谣言所说的一样失去游戏。超过30天不打卡，只要重新联网就能继续游玩。那有的玩家可能就要说了，现在谁家还没有个互联网了？别说30天了，我每次打开 PS5 都是自动联网的好吗？但是我想说的是，青蛙也是不会自己跳进沸水里直接把自己给烫死的，而是在一次次没什么大不了的声音中，慢慢的就习惯了越来越热的水温。索尼的这一波操作恰恰证明了这场运动的紧迫性，那就是就在游戏玩家们尝试推动立法争取自己的数字产权的时候，游戏厂商依然在用实际行动往相反的方向迈了一步。所以今天的这期节目，我想先聊聊停止杀死游戏运动取得了哪些重大的突破，然后再来说说索尼这次 DRM 政策的来龙去脉。大家好，欢迎来到九频道，我是老九。在我们聊索尼的 DRM 问题之前，我想先给大家汇报一下停止杀死游戏运动的最新进展。第一次来到第九频道的小伙伴，肯定有人还不知道什么是停止杀死游戏运动。简单来说，它不是强制厂商必须把游戏服务器永远的开下去，而是当厂商决定停止运营一款游戏时，必须给玩家留一条后路，比如发布一个离线补丁，或者允许玩家自己搭建私服，尤其是那些本质单机但强制联网的游戏。总之得让花钱买了游戏的人在厂商停止支持以后还能继续玩手里的游戏，厂商不能一刀切的直接把游戏从玩家的游戏库里给删了，让它彻底变成电子垃圾。在更深的维度上，这场运动其实是在追问一个数字时代的基本问题，那就是当我们花钱去买一个游戏或者是任何数字商品时，我们买到的到底是什么？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数字资产，还是厂商随时可以收回的临时使用权呢？游戏玩家们就是想用法律把这件事情给掰扯清楚。如果你想更完整的了解这场运动的前因后果，可以去看我之前做的这2期视频，今天就不展开讲了。本期我们将聚焦最新动态，看看这场运动在欧洲和美国分别取得了哪些实质性的进展。马上就要过去的4月，停止杀死游戏运动迎来了它成立以来最重要的一天。2026年4月16日，欧洲议会在布鲁塞尔举行了一场公开的听证会，参与的不是一个委员会，而是3个委员会同时出席。他们分别是负责内部市场和消费者保护的 AMCO 委员会，负责法律事务的 Jury 委员会，以及负责处理公民请愿的 Petty 委员会。我们这个时代绝对的英雄，这场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 Ross Scott 亲自出席，在议员面前陈述了他的立场。听证会持续了大约45分钟，整个过程被全程直播。结果怎么样呢？运动的另一个核心组织者莫里茨·卡兹纳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这场听证会是 absolutely incredible， 不可思议的顺利。他还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最能说明当天的气氛。他的原话是，你可能注意到了，现场没有一个议员的反应是负面的，没有人反对。这样的评价在欧洲议会是非常罕见的，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还是中间派的议员，几乎都在同一个方向上表了态。听证会主席、内部市场和消费者保护委员会的主席安娜·卡瓦奇尼在会议结束时，直接向 Ross Scott 和卡兹纳表达了感谢，并且说他听到了来自几乎所有政治派系的支持声音。Petty 委员会的副主席尼尔斯·乌沙科乌斯则把这个议题定性为可能影响数亿欧洲公民的关切。Ross 在听证会上举了一个非常臭名昭著的例子，就是索尼那款砸了将近4亿美元，结果上线仅仅11天就爆死停服的新名特工。
他说，一家公司既然有本事烧这么多钱开发一款游戏，那他当然也有能力在关服之前做一个离线版本，让玩家继续玩下去。这根本不是技术能不能实现的问题，也不是成本负担不起的问题，说到底就是厂商愿不愿意做的问题。新名特工这个游戏啊，真的是可以载入史册了。不仅是开创了类新名游戏的这个全新分类，更是在 BOSS 这么久之后，继续在停止杀死游戏的这种推动消费者数字所有权立法的听证会上发光发热。我只能说一个字：索尼牛逼！一个字。绝。后来 Ross 还举了另外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他说，你能想象书本的发行商直接冲入你的家门，把你放在书柜上的书直接拿走然后销毁掉吗？现在的游戏厂商正在做同样的事情。此话一出，更是引得全场共鸣。后来这个运动的顾问丹尼尔·昂德鲁斯卡在听证会上也专门澄清了一个常见的误解，那就是这场运动不是在要求游戏永久在线，也不是要求厂商在20年后还要维护服务器，他们要求的只是在厂商决定关闭服务器之前的那一刻，把游戏处理成一个不再依赖服务器就能运行的状态，然后把这个处理后的版本交还给玩家。他还说了一句很有力的话，原话是这样的：20年前的游戏今天依然可以正常运行，而3年前的游戏已经永远消失了。这不是技术进步的结果，这是一个商业决策。欧盟委员会代表、版权法专家朱塞佩·阿巴蒙特也在听证会上表了态，他承诺将审查现有的版权法规在电子游戏领域是否存在覆盖不足的问题，并将在2026年7月27日之前给出欧盟委员会的正式书面回应。各位观众记住啊，这个日期非常的重要，2026年7月27日是欧盟委员会在收到这份公民倡议之后，法定必须给出回复的最后期限。他们必须要在这份书面回应里说明打算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或者为什么不打算行动。运动的核心组织者卡斯纳对此的预测是，议会大概率会通过一份决议，正式表达政治上的支持，并要求委员会采取行动。到时候我也一定会给大家做详细的报道，如果不想错过的话，一定要把订阅的按钮给按下去哦。再后来啊，这场运动在听证会上的声音没有停留在议会的大厅里，很快就得到了主流媒体的接棒背书。国际通讯社法新社在4月17日率先下场，以玩家向欧盟施压，要求禁止杀死电子游戏为题，做了一个深度报道，把这场运动的诉求直接送进了全球的主流视野。紧接着，欧盟政策圈最权威的专业媒体 Euroactiv 也跟进报道了此事。根据他拿到了一份内部初步议程显示，欧盟委员会可能最早在6月16日就会拿出一份关于电子游戏行业的沟通文件，先亮出态度和方向。当然，整个流程最终的法定回应 deadline 还是7月27日，那是欧盟委员会必须给出正式书面回答的最后期限。从法新社的全球传播到 Euroactiv 的政策圈聚焦，这两家媒体的跟进等于是在舆论和立法两端同时给这场运动盖了个章。虽然说离正式立法的那一天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但是这已经不是玩家自己在喊了，而是主流社会和权力机构都开始认真倾听玩家的诉求了。与此同时，在大西洋另一端的美国，加州也在同步推进类似的法案。2026年2月，加州议会会员 Chris Watt 提出了一项编号为 AB1921 的法案，法案的正式名称叫做《保护我们的游戏法》。停止杀死游戏运动全程参与了这份法案的起草，并给予了明确的公开背书。这份法案的核心要求是，所有在加州销售的需要连接服务器才能运行的游戏，如果计划停止支持，必须提前至少60天通知玩家，禁止在停服前2个月内继续出售该游戏，并且必须在停服前提供一个离线可玩的版本，或者给玩家全额退款。这份法案如果通过，将适用于所有2027年1月1日之后在加州发售的游戏。目前法案已经进入委员会审查阶段，虽然跟欧洲那边一样还没有成为法律，但已经足够大到让大型游戏厂商感到紧张了。这就是停止杀死游戏运动走到今天的状态。从2024年一个普通游戏主播的倡议，到140万个真实玩家的签名，再到欧洲议会的听证室以及加州议会的法案起草，2年时间，这场运动走出了一条很多人起初都觉得不可能的路。
之前那个经常号称自己爸爸在暴雪工作的 Pirate Software， 当时拼了命的跟玩家对着干，说这一切非常的愚蠢。现在我估计啊，他已经哭晕在了厕所。然而跟这场运动对着干的远远不止一个主播而已。就在玩家们拼尽全力的想要把数字所有权5个字刻进法律条文中的时候，有一家公司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场运动到底有多紧迫。他偏偏选在这个节点往玩家的背后捅了一刀，而这家公司就是索尼。我是万没有想到，索尼竟然在停止杀死游戏这场运动最高歌猛进的关键时刻，悄悄给所有 PlayStation 的数字版游戏加上了一把新的枷锁。事情是这样的，那就是在最新的系统更新之后，2026年3月之后购买的任何数字版游戏，信息页面上都多了一个30天的离线倒计时。但有一点很奇怪啊，就是这个倒计时目前只出现在了 PS 的数字版游戏上， PS5 的游戏信息页面根本看不到它。网传有索尼的内部员工爆料说这只是一个 bug， 不少 PS5 的玩家一开始还庆幸自己不在射程之内，直到英文区的博主 Spawnwave 做了一个硬核测试，他直接把 PS5 主板上的 CMOS 电池给拆了，以模拟长期断网的情况。结果毫不意外的，3月之后新买的数字版 PS5 游戏集体阵亡，屏幕上清楚地弹出了一行提示：无法连接至服务器以验证您的许可证。而在3月份之前买的老游戏和实体光盘则安然无恙，铁证如山啊 ！PS5 不是例外，只是在 PS5 上这把锁被藏起来了而已。你在 PS4 上还能看见倒计时，在 PS5 上索尼干脆连倒计时都不给你看。所以说之前索尼提到的 bug 指的是 PS4 上面的倒计时没藏好的 bug 吗？有人可能会说啊，现在谁家还没个网啊？我每次开机都是自动连着互联网的啊，30天的期限每次都自动刷新的好吧？我跟你讲啊，这个逻辑在2013年的 E3 发布会上已经被玩家给彻底爆破了。2013年，微软发布 Xbox One 的时候，搞了一套比今天索尼还要激进的 DRM 政策。它要求主机每24个小时必须联网签到一次，超过1天没连，游戏直接不可用。二手光盘的交易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微软当时的说辞是：现在都是互联网时代了，大家都有网，天天连着不就好了？当时那个二逼呵呵的 CEO Don Matrick 说什么啊？如果你没有网络，你可以买一台 Xbox 360。结果怎么样呢？玩家直接就炸了。E3 发布会上，索尼上台后更是直接贴脸嘲讽 PS 不要求联网验证，不限制二手交易，台下掌声雷动，欢呼声几乎把房顶都要给掀了。上期提到的前 SIE 全球工作室总裁吉田修平还拍了一部如何分享你的 PS 游戏的影片，更是让 Xbox 颜面尽失，民意如山啊！微软硬撑了不到1个月就顶不住了。他们当时的 CEO 不仅因此丢了工作，而且还发了一篇博文宣布全面撤回 DRM 政策。原话是：我们听到了你们的反馈，听得清清楚楚。24小时签到、二手交易的这些限制全部都被取消了。为什么玩家的反应这么激烈呢？不是因为连个网有多难，而是因为所有人都看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这根本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原则问题。索尼这次的 DRM 政策比当年的微软要温柔了不少。微软当年要的是24小时打卡，索尼给了30天，看起来宽裕了不止1点半点，但问题的核心从来不在于天数。30天也好，24小时也罢，本质上都是同一个东西，那就是一把挂在你游戏库门上的锁，而这把锁的钥匙却攥在厂商的手里。一旦你接受了玩游戏需要厂商定期批准的这个前提，不管间隔是长是短，性质就已经变了。你买的就不再是游戏，而是一张需要续签的通行证了。而且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游戏厂商是从来不会停留在原地的。你今天接受了30天，明天它就可以改成7天，后天就可以再改成24小时。你今天觉得啊，反正我一直连着网无所谓，明天它就能以此为理由，直接把光驱给砍掉，把所有游戏都绑死在服务器上。你看看 PS5 现在的趋势，我估计以后 PS6 可能真的就没有光驱了。Xbox One 当年的翻车不是因为24小时这个数字本身，而是因为玩家一眼就看穿了这条路的终点。玩家退1寸，厂商就会进1尺，所以玩家才炸了。2013年的索尼清清楚楚的知道玩家不吃这一套，可现在的索尼呢，他显然已经不记得自己当年说过什么了。更讽刺的是，他偏偏选在了停止杀死游戏运动最关键的时刻，向着反方向踩了一脚油门。
一边是玩家在向上推，一边是索尼在往下踩。我是真心推荐 Xbox 的新 CEO 阿莎莎玛赶紧借着这个机会模仿一波当年的吉田修平，也做一个如何家庭共享 Xbox 数字版游戏的视频，绝对会给 Xbox 拉一大波好感。Xbox 现在的一系列举动能看出来，他们正在尝试扭转品牌的形象，这个机会可以说是千载难逢。而且啊，你千万别信索尼说什么啊，这是为了防止盗版这种鬼话。防止盗版这件事情 ，Valve 的创始人 G 胖早在10几年前就把道理给讲得很清楚了。他有一句在整个游戏行业封神的论断，原话是：盗版几乎从来不是一个价格问题，而是一个服务问题。他的意思是，玩家选择盗版往往不是因为不想花钱，而是因为正版的服务还不如盗版。你搞区域锁定、延迟发售、强制联网验证，你搞的所谓反盗版技术，本质上是在给正版玩家增加阻碍，是在降低正版的服务质量。这等于是把付费用户往门外赶，结果就是那些玩破解的人根本不受影响，而被实实在在困住的，恰恰是花了钱的正版玩家。G 胖当时举了一个非常经典的反例，就是俄罗斯市场。当年所有人都告诉 Valve 别碰俄罗斯，那边人人都玩盗版，没戏。结果 Valve 反其道而行之，不搞什么花里胡哨的 DRM， 就是老老实实的做好服务，提供比盗版更便捷的下载和更新。结局是什么呢？结局就是俄罗斯不仅没有全军覆没，反而成了 Steam 在欧洲最大的付费市场之一。如果你说俄罗斯没有代表性，那中国大陆你总熟悉吧？之前玩盗版的够多了吧？而现在 Steam 上的中文玩家的评价数量多到可以直接左右一款游戏的整体评价。而评价一款游戏的前提是你花钱购买了这款游戏。以上这两个例子说明什么？说明真正的防盗版是在不伤害付费用户体验的前提下，把服务做得比盗版更好，而不是把所有玩家都预设成潜在的罪犯，然后用一根绳子把所有人的脖子都拴住。你索尼口口声声说要保护知识产权，结果保护来保护去，却把付费用户的权益给保护进了笼子里。这不是防盗版，这是把正版玩家当贼防。青蛙被扔进沸水会立刻跳出来，但如果把它放进凉水里，再把温度一度一度的往上加，它会待在水里直到被煮熟。微软当年的那锅沸水，玩家们跳出来了。索尼现在的这锅温水呢？最让人无力的不是厂商有多坏，而是有多少玩家还在帮着厂商添柴，自己被卖了还在帮他们数钱。什么反正我天天连着网30天无所谓，谁还没个网啊？小题大做，影响不到我，关我什么事？就这些话，你熟不熟悉？锅里的青蛙如果能说话，他大概也就会说这几句。可问题是，这些玩家自己觉得自己站在锅外，其实他们早就在锅里面了。你今天替游戏厂商说话，当明天规则改到你头上的时候，就不会有人再替你说话了。停止杀死游戏运动花了2年时间，140万个签名，才好不容易把锅盖掀开了一条缝。而有些人不仅不帮着推，还嫌推的人事儿多。这不是蠢，这是一种对自己明天权利的冷漠。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温水煮的其实不是青蛙，煮的是沉默的大多数。Later。如果说2013年 Xbox One 的那场 DRM 之战，玩家用一场舆论风暴逼退了一次错误的方向，那么2026年的今天，我们面对的已经不再是一场简单的产品策略之争，而是一场关于数字时代版权的长期拉锯。厂商很清楚一件事，那就是只要规则写在用户协议里，它就可以一点一点的改。只要玩家习惯了不去较真，购买和租用的边界就可以被慢慢的抹掉。而停止杀死游戏这场运动，真正想做的其实不是拯救某一款游戏，而是给购买这个词重新找回它原本的含义。因为如果连我买的东西属于我这件事情都要去争取的话，那问题就早就不只是在游戏行业了。今天是游戏需要每30天验证一次，明天可能是你买的软件、买的电影，甚至你所有的数字资产全都变成一张张需要续约的通行证。到那个时候，你拥有的不再是内容，而只是一次又一次的被允许访问的权利。玩家当年可以让微软退一步，今天同样也可以让索尼停下来好好想一想。而这一切的前提则是还有人愿意说不。如果有一天真的没有人再愿意站出来说不了，那锅煮青蛙的水也就真的开了。Anyways， 欢迎收看这个频道，感谢大家陪伴。如果你也对索尼 DRM 的看法，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也别忘了订阅、关注、点赞、收藏。我们下期见 ，Peace。
这特好。 I don't give a damn。我天，我觉得我是帮你省了100万，天哪，特好特好。你看你自己看。